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中午、早上、晚上好，我是你朝思暮想的九九呀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Mangalob 公司制作的公路3部曲中的第2部 Ergo Crossing， 中文译名又称死亡代理人。提到这部片子啊，想必大家会比较陌生，但是同为 Mangalob 公司制作的钢丝塔黑街我已经讲过了啊。没错，那部由于在连载过程中公司破产倒闭而不得不草草结尾的烂尾佳作，就是 Mangalob 公司的作品。当时黑街后续草草收尾的时候，不知有多少人直呼可惜，而九九我就是广大可惜大军中的一员。哎，我的尼克大叔，我的奥利克，我的大叔都是我的。总之，基于这种抱有强烈遗憾的情感之下，我追溯着 Mangalob 公司的制作轨迹，最终找到了这部《死亡代理人》。故事发生在近未来某个时间，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环境恶化，使得人类无法正常在自然当中生存。因此人类聚集在一个完全被管制统治的穹顶城市罗姆德当中，这是一个人类与机器人共存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机器人被叫做奥特雷，人类的情感成为了不必要的存在。在罗姆德当中，没有感情的人类才是被城市需要的优秀市民。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奥特雷作为从者，奥特雷监督着人类情感波动，而作为主人的人类也在随时提防奥特雷感染我斯病毒。因为一旦感染病毒，奥特雷将产生自己的情感，脱离人类的控制。故事从移民文森特来到穹顶城市罗姆德开始，渴求成为优秀市民的他，在工作中遭受了感染病毒的奥特雷袭击，并因此再次邂逅了他的监理人，年轻而美丽的莉露小姐。话说这个英姿飒爽的年轻女性检察官的人生，我可真是太渴了呀！曾几何时，我也想当一个年轻动人、才思敏捷的年轻女警察，而现实我只是一个成天阿巴阿巴的快乐肥宅。说回莉露，她是警备局的官员，同时也是穹顶最高执政者的孙女。为了调查频发的奥特雷感染病毒案件，莉露与她的奥特雷一机开始了行动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莉露被不知名的怪物袭击，同时又发现了感染病毒的奥特雷。在打斗中，其中一个感染病毒的奥特雷跳楼逃跑，莉露不得不放弃追逐。但是相对于遭受感染的奥特雷，莉露更在意的是那个逃跑的怪物。那个巨大的爪印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？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让莉露产生了困惑。而另一边，文森特在一所豪宅中替一位夫人检查她的奥特雷是否遭受感染。这位夫人由于有了孩子，便谎称自己的奥特雷遭受感染，希望能够将观赏性的奥特雷报销，换成保姆型的奥特雷。但是出于职业道德，文森特便拒绝了夫人的要求。夫人恼羞成怒，便对文森特恶语相向。而接受检查完的奥特雷苏醒过来，劝告夫人不要这样做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可怜这个小可爱几秒钟，被她称为妈妈的人正打算将她销毁，而她却丝毫不知情。接下来画面转到了一个大厅，从他们的对话可以得知，有一个名为 Person 的存在苏醒了，并且造成了41名市民死亡。然而这座城市的首脑不允许杀掉他，反而是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他，哪怕是因此害死大量的市民。而这个时候打算继续追查怪物的莉露遭受了警备局的阻拦，尽管他的脑海里仍有诸多疑问，但是由于来自警备局的阻力，他也只好选择暂时将这个疑问放下。回到家里，他准备沐浴洗去一天的疲劳。正当莉露小姐为洗浴做最后的准备，她突然发现自家的玻璃上被人刻上了字，这可吓坏了我们的小姐姐。然而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巨大的怪物从屋顶上穿透天花板，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直接给她来了个壁咚。突如其来的怪物用手指抚摸着她的唇瓣，这个行为让莉露瞬间崩溃。紧接着第二个怪物出现，2个怪物大打出手，并逃离了现场，只留下我们被吓坏的莉露独自蜷缩在墙角。之后在警备局的调查中，作为当事人的莉露被定性为由于受到惊吓而出现了异象，整个事件也被栽赃给了文森特。为了将事情隐瞒，警备局宣称莉露出现了精神问题，得了狂言症，并剥夺了他调查杀人案的权限。在这个时候，莉露意识到了事情不简单，诸多被刻意隐瞒的事似乎被串联成了一条线，而周围的一切都在阻挠着他调查，谁都不能被信任。接下来，刚刚被警备局释放的文森特突然被怪物追杀，
他在商场里为了躲避怪物疯狂逃窜，而怪物在追逐文森特的时候杀害了大量无辜的市民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警备局的新任局长劳尔看到。劳尔原本是来商场迎接自己的妻儿，却没想到亲眼目睹了怪物杀害妻儿的画面。而正是因为这次灾祸，这个被叫做鲁诺的奥特雷女孩感染了病毒。至此，本片的3位主人公终于全部正式亮相。他们一个是穹顶城市执掌者的孙女，不顾各方阻挠，为了调查而一意孤行的年轻检察官；一个是身份卑微，被怪物追杀，被政府通缉，不得不四处逃离的流民；还有一个是亲眼目睹亲人死亡，感染了我司病毒而获得情感的观赏型奥特雷。这3位主人公在命运的指引下，最终聚到了一起，并为了揭开这个世界被蒙蔽的真相而踏上了旅途。那么在这场旅途当中，他们遇到了什么人，亦或是遇到了什么事儿，我们下期慢慢梳理。死亡代理人作为公路3部曲的第2部，它承载了当年 Mangalob 公司想要做原创动画的美好愿景。然而很可惜的是，这部剧情慢热、内容深刻的影片注定无法成为一部优秀的商业片。最终在公路3部曲第3部原创动画《稻子与哈金》再一次销售惨淡之后，Mangalob不得不放弃原创动画这条坎坷的荆棘之路。不得不说，原创动画的路是不好走，不知多少动漫公司倒在这条荆棘之路上。但是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素有职业操守的动漫公司，我们才能看到一批又一批富有思想、堪称艺术的动漫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塑造在荧屏上仿佛拥有灵魂的角色。而为了这些冷门佳作不被埋没，九九我也会尽我所能为大家去挖掘、去寻找这些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，爱你们，